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第25小时，我是乐瑶。前段时间我翻到了一些我学生时期的毕业照，我才发现，如果说不靠后面打印的那个人名条，很多人我都已经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那一刻，我觉得时间就像上了发条一样，我想起了我生命当中出现过的很多人。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很多很亲近的，原来跟我亲密无间的很多朋友，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他们就慢慢的消失在你的生活里面了。曾经用力想要守住的一些关系，后来我们也能够平静的接受我们已经分开，已经走散这个事实了。也有很多人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他们带着满满的真诚真心而来。比如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感觉认识了很多年，你们发自内心的欣赏对方。这一期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生命里面那些来了又走了，或者留下印记的人，聊一聊阶段性的友情、爱情，也聊一聊那些美好的相遇。最近几年，我越来越感受得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因缘和合。我很喜欢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缘分，叫做流动。我最近经常在不同的时间去珠江边散步，累了的时候就在江边发呆。今天早上我看着那个江面，我突然想起《此刻是春天》书里的一段话，它形容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很像是一条河流，有时候渺小，有时候波澜壮阔，有时候路过的时候阳光闪着金色的光，有时候因为乌云密布而没有一丝光亮。唯一不变的是河流始终向前，我们不会停留在痛苦的地方，也不会停留在开心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用流动的心态去看待关系，活在缘分中而非关系里，那我们整个人的人生都会变得自由很多。过去1年中，我跟自己有了大量的对话梳理，我终于看清楚了自己在情感模式上的很多困境。我很难说我已经全部都突破了，但相对于几年前的我，有了一些进步和感悟，想要分享给大家。我们先来聊一聊友情。以前我是一个在朋友多的场合很害怕沉默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种要打破这种沉默的责任，把这样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其实是很累的。有时候跟朋友聚会，我看那个时间已经很晚了，我刚想起身走，但朋友此刻说，你走了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开心了。听到这句话，我就会立刻留下来。有一些朋友的相处，有时候我已经感觉到很不舒服了，但还是跟自己说没关系，可能他性格就是这样。久而久之，我们对别人有太多的没关系，那些有关系的情绪就会通通留给自己。说到沉默，我想起一个歌手叫陈粒。很多年前他上了一个音综，在后台歌手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是第一个进来的。他和下一个进来的歌手他们简单的打了个招呼之后，他就没有再说话了。后来这个歌手忍不住问陈粒，他说，你不怕沉默吗？陈粒说，不会啊，我生活当中也会经常享受沉默。这个短短的片段我记了很多年。现在我在遇到那种沉默的时刻，我已经没有那么忐忑了。后来我也不再习惯性的把对方在关系当中的感受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了。我是在什么时候也会觉得沉默的时刻也很美妙呢？就是在对的关系当中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喜欢去散步哈？我现在每一个关系好的朋友，我都会跟他们一起去散散步。我们在散步的时候走走停停，会聊天也会沉默，每次那些沉默的时刻总是恰到好处。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也会觉得那些沉默的时刻很浪漫。那一刻我们就让那些感受继续流动着，我们的关系也在随缘分流动着。我们不用刻意的找话题，也不用压抑真实的自己。
当我们在关系当中展现得越来越真实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舒展，越来越自信。都说朋友是我们后天选择的家人嘛，其实跟很多朋友相处的时候，如果说他们对待我的方式让我感觉很舒服，我就会学习下来。比如说聚餐结束之后，他们都会跟我说，你路上注意安全，如果打车的话，记得把行程分享到群里面，到家了也说一声早点休息。短短的几句话，我感觉我被朋友们深深的关心到了，所以以后我也会对其他朋友同样的说这些话。我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是，当人在对的关系当中的时候，真的会很像那种喝饱了水的花，很自在，很舒展，很真实，也很漂亮。那怎么样去找到这样子滋养我们的关系呢？在第一期播客当中，蓝妹妹提到了一句话，我很喜欢。她说，关系都是需要筛选的。我一直觉得和任何人相处，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真诚和释放我的善意，这个就是我的筛选方式。如果对方是一个和你同频的人，他也会回馈同样的善意，那你们很自然就会有下一次的缘分。如果不同频，那我们就接受只有这样的一次相遇，其实也很好。缘分结束了，也是应该高兴和庆祝的事情，因为有结束，就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一直到我们可以找到那种可以真实做自己的关系。如果找不到，那我们就和自己去做那个最好的朋友。最近2个月呢，我多了很多和自己相处的时间，我不再频繁的回复微信消息，也不再追求身边那种很热闹的关系了，我只聚焦在跟很少的一部分重要的朋友相处。我想我身边的朋友未来会越来越少，但是我和他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好。不知道你们怎么定义好朋友这种关系呢？好朋友这种关系，我认为也是流动的。我们无论此刻是否在一起，我很确认当我们需要彼此的时候，他们会出现。我们可以互相督促彼此成长，遇到了一些难题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商量怎么做才会更好。就像我最近刚刚上线第1期播客的时候，我收到了很多好朋友长长的语音和文字，字里行间都是由衷的替我开心，有什么好的建议也会马上发给我，我真的很感动。我也会因为有这样的朋友而感到骄傲，所以我真的觉得只有发自内心欣赏对方的人才可以成为好朋友。你欣赏对方的人品、性格，认可这个人本身的特质，看见人本身而非是对方的功能性，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友情会更加的坚固，更加的纯粹，也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现在那些重要的朋友，我都会尽量的多联系和见面，不一定每个月都见面，但是绝对不会错过的是对方人生中那些很重要的时刻，那些非常需要我的时刻。我很喜欢一个词叫做在场。之前我听杨天真和春夏有一期播客，杨天真问他说，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喜欢他什么吗？当时春夏脱口而出的回答非常的简单，他说，我喜欢你到场，我喜欢你在，你今天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你在而别人不在。我非常的赞同，就是需要你在。这个适用于各类的关系，那些重要的人，我们除了心里惦记，也需要表达出来，让对方知道此刻我在你的生命里。前段时间我跟一个6年没见的朋友在广州见面了。6年前我们在四川认识，然后我们各自离开了四川，没想到6年后我们在广州再见了。他跟我说，在见面之前是会有一点忐忑的，因为听我的语音会觉得说我整个人的状态变了很多，也会担心说我们见面的时候会不会很尴尬，或者说我们的关系会不会变了很多。我刚刚下车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得到我们之间有10秒钟的那个时间是有一点点停滞的。这个时候他给我递来了一瓶饮料，我接过那瓶饮料，我看到是6年前我最喜欢喝的那个口味。
虽然6年过去了，我已经不再喝那种很甜的饮料了，但是当我接过那瓶饮料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有一种时空往回倒转的感觉，从今年的2026年回到了2020年的那个冬天。我们再次交谈的时候，他跟我说，我会觉得你还是6年前的那个你，还是一点都没有变。和他见面我也很开心，因为我会感觉说，我不单单见到了6年前的那个朋友，我也见到了6年前的那个我自己。那个瞬间我会觉得6年就是弹指一挥间。或许我们不必追求谁永远都是我的朋友，或者说作为朋友，我们是不是要经常的出现在对方的生活当中？人是流动的，关系也是流动的，最重要的永远都是当下，是此刻。我也很想要把李雪琴说过的一段话送给大家：还健在的人的离别是世界上第2浪漫的事情，因为离别之后，每一次的相遇都是重逢，而重逢是世界上第1浪漫的事情。说完友情，我们再来聊一聊爱情。过去1年，我最大的变化应该就是比较能够接受分别这件事情了。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会很执着的去抓住某一段关系，长期被困在某一种情感的模式当中。我们总是不自觉地把自己在关系当中没有得到的东西投射到对方的身上，帮助我们完成自己没有办法完成的课题。后来我开始思考，我想要的健康的亲密关系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我总是反复在同样的感情课题当中摔跤？一位心理学老师叫武志红，他讲过一段话，他说，能够长期稳定维持下去的关系，不是靠很强烈的爱，很大量的付出，而是很少的攻击，很少的对抗，很少的强人所难，很多的接纳和允许。爱是如你所示，而非如我所愿。很早之前，我上了一个亲密关系的工作坊，老师让我们思考一个跟现在或者过去的感情当中，你觉得情绪比较大的事件，你去感受一下你在这件事情当中你的情绪是什么，你有什么样的需要呢？当时给到我们的那个图片上面是有几十种情绪的，我们可以把对应的情绪圈出来。面对自己的情绪，人总是圈得很快的。然后老师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现在请你换一个视角，如果此刻你是对方，你此刻的情绪和需要是什么呢？这一刻我沉默了很久。我以为对方原来只有几种情绪，最后我在这个情绪的绘本上画出来了10几种情绪。那一刻我感同身受对方的难受、害怕、忐忑、煎熬、受伤、挣扎、同情、厌倦、生气、内疚、后悔。当我站在了对方的视角的时候，我才感觉得到说，原来人的情绪是有这么多种的。在面对很多矛盾、很多冲突的时候，有时候他也只是暂时的不知道如何去表达。那一天，我透过一扇门，我看到他站在我们关系的门外那个无助的身影。我透过一个大人的身体，看到了一个蜷缩在角落的小孩。他也有他的处境、他的困难和他的局限。在那一刻，原来所有的应该、执着都化作了接纳、理解和感恩。去年有个词很火，叫做人生中的 NPC。 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都是自己的主角。其实对于对方来说，他也是他人生中的主角。我们要允许自己做自己，其实我们也要允许对方做自己。每一个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我感觉都是我们的贵人，他们都陪我们度过了一段很珍贵的旅程。
关于关系当中的失去和分别，我很想要结合我去年看过的2本书，叫做《亲密关系》和《被讨厌的勇气》，跟大家聊一聊我认为在关系当中很重要的几个思维的转换。第一个是我们要在关系当中大量的去练习课题分离的思维。比如说你们在轻松、美好、没有压力的时候，你感觉到他是很爱你的，很开心的。但是你们在面对更深层次的、更复杂的议题需要解决、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你感觉到他的能力就到顶了，他没有办法解决了。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去指责他为什么做不到，或者我们去纠结他为什么不能为我改变呢？我们要做的是把注意力这个时候从他人转化到自己的身上。我们要问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能不能够接受我继续留在这段感情当中。主语不是他，不是你，主语是我愿不愿意，我能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我们想象一下，当你拒绝了一个邀请，你可能会因为担心对方而感到失落、沮丧。但是如果是根据课题分离的原则，拒绝是你的课题，而如何处理这个失望，这个是对方的课题。你不需要为他人的情绪负责，你只需要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又比如说，你可能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对你有很多负面的评价，这个时候课题分离提醒我们，别人怎么看你是他们的课题，而你怎么看待自己、喜欢自己、接纳自己，这个才是你的课题。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的眼光而否定自己，也不要因为别人的评判而感到难过。当然，课题分离的思维需要长期的练习，我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做得很好。我也很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对自己多一点耐心。我们一次不熟悉，我们就2次，就3次，直到某一天我们发现自己在关系当中遇到了关于他的课题的时候，我们开始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个是你的课题，我没有这个义务帮你解决。恭喜你，今天你种下的这颗种子，在未来的某一天、某一刻开花了。第二个是我们要尊重、理解每个人爱的能力是有极限的。有的人他能够给出的爱是他人生当中的90%，而有的人只能给他的10%，但是这10%已经是他的全部了。我们不能够要求所有人都爱我们认为的90%，他没有那样的一个能力，每个人爱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之前我看过一期节目，毛血旺，杨天真说这个叫做情感颗粒度，每个人的情感颗粒度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见到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当我们都开始拥有这样的视角，我们开始了解、尊重、理解每个人爱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我们会放下很多关系当中的应该，会多出更多的理解和接纳。第三个，亲密关系是最好的一面照见自己的镜子。分别除了离开这段关系，它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也更清晰自己未来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伴侣。在《亲密关系》这本书当中，有2个非常好的问题想要分享给大家。第一个问题是，目前这件事情发生的事实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质上是让我们站在第3个视角，只还原事实本身，帮助我们通过梳理陈述的方式，看清楚这件事情发展的事实本身。当我们在聚焦一件事情本身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会慢慢的冷却下来。我们给自己多一点的时间，慢慢去梳理，其实也是避免我们当下就说出伤害彼此的话和行为。第2个问题，命运此刻把这件事情放到你的面前，你觉得命运想要教会你什么呢？这一步是让我们用一种更高的视角回到自己本身，跳脱出原来的那种受害者的视角，回到我们自己和自己的关系。
当时我看到这2个问题，我觉得这段文字真的是震耳欲聋。当我回答出来的时候，我内心也只剩感恩和接纳。我们以后遇到任何想不通的事情的时候，也可以把这2个问题拿出来，很希望可以帮助你在那一刻收获到一点点的内心的平静。第4个，接受爱是流动的关系，是一段一段的关系。我们每一个真心喜欢过、爱过的人，我感觉其实都是我们生命当中难能可贵的贵人。我们在黑夜当中独自行走的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他为我们放了一场盛大的烟花。我们不可否认的是，烟花很漂亮，它也在黑夜当中照亮过我们。这些爱都是真实的，这些美好也都是真实的。我们不能够因为烟花结束了，我们就否认这场烟花曾经带给过我们的美好。我们要做的不是频频回头，执着于问为什么这个烟花这么短暂，而是带着感恩的心态继续向前走，找到下一个真正愿意和你并肩同行的人，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大兵的书里面写随缘、惜缘、莫攀缘，我想也适用于所有的关系。那些我认为很重要的关系，我感觉到它快要结束的时候，其实我都会最后再努力一次，看看是不是可以为这段关系再做一些什么。那在这种时候，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呢？我觉得人此刻能做的唯有坦诚相待4个字。坦诚也是我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才慢慢学会的。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总是习惯于不把那些话真实的表达出来，每一次都是不断的累积在自己的心里面，不断的去压抑一些真实的想法。直到某一天我真的受不了的时候，我就会一次性的爆发。其实这样子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对方，都是伤害非常大的。之前我看到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人如果能够在关系里面学着去克服尴尬和羞耻心，对对方坦诚地说出自己的一些成长经历，包括在这段关系当中我们真实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是能够避免多少误会，能够消解多少遗憾呢？可惜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把沉默当成美德，把回避当成尊重，认为很多话我不说，你应该也能懂我。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人是要沟通，是要表达的，我们要敢说，也要敢听。我们嘴里说出的一句温柔的话，其实会顶过心里辗转反侧的10000句。以前的我在面对很多不知道如何处理的关系的问题的时候，我可能都会暂时搁置，然后不见面，因为我很害怕自己把话说得太重了，然后伤害到对方，我自己也会陷入到那种很内耗的情绪当中。后来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你就把你们下一次见面当作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有什么想说的、想表达的，都可以坦诚地说出来。当我们切换到这种心态的时候，我们在见面的时候，有很多很重的话，到了嘴边的时候都会变得柔软了很多。当我们努力过了，尝试过了，这个结果依然不如我们所愿的时候，我们好好告别就好。当我们在关系当中放下了很多的责怪、应该，解放的那个人其实是我们自己。那天我看了一段演出，他说，要是有人突然从你的生活当中消失了，你别问为什么，就是到了该走的时候，我们就踏踏实实的接受就好。所谓的成熟，就是知道有些事情我们终归是无能为力的，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也不见得是祸。有时候得到一个东西的方法就是放弃，不去过度的追求的时候，那些最好的安排就会出现。我越来越觉得真正对的人，真正好的关系，平衡的关系，健康的关系，都是非常轻松的，非常喜悦的，都是不需要太用力的，
都是能够让我们的内心回归到一种更加平静的状态的。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开始更加关注自己和自己的关系。我不再执着于找一个人必须来爱我了，他来爱我当然很好。我想说的是，我也可以自己爱自己。比如说，我今天出门散步，我碰到了一只很可爱的小狗，它远远的就朝我跑过来，摇摇尾巴，让我摸摸它的肚皮。那一刻，我觉得小狗很爱我。我出门买菜，菜市场的那个很熟悉的老板跟我说：“哎，你又来了，今天我送你1颗蒜，几颗新鲜的辣椒，好不好？”那一刻，我觉得陌生人爱我。我去公园，我躺在草坪上，那个太阳晒得我暖暖的。那一刻，我觉得大自然很爱我。今天我又出门骑单车运动了1个小时，回到家的时候我全身都是汗，但是我觉得我的身体非常的放松。那一刻，我觉得我的身体很爱我。前段时间我去朋友家吃饭，他给我做了我非常喜欢吃的小炒肉。当我夹起那口肉放到嘴里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满足。那一刻，我觉得我的朋友很爱我。当我开始用感恩的心态往回看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感激每一个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心里留下过划痕的人。我今年常常跟朋友说，我会由衷的觉得对方是我生命当中的贵人，我们的相遇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哪怕从此他在我的生命当中再也没有出现过。都说人的一生就是活几个瞬间，其实我也觉得人和人之间，我们能够拥有的其实也只有瞬间。我们之间美好的瞬间从未真正的离开，那些我们一起走过的路，说过的话，看过的风景，经历过的事情，都会形成一种新的养分，代替对方永远的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今天我听到一首歌叫做《送你一朵小红花》，里面有一句歌词：送你一朵小红花，奖励你走到哪儿都不会忘记我。这句话适用于爱情，也适用于友情，享受流动当中的缘分，而非困在关系当中。走到哪里都是一种奖励。我愿意把缘分交给命运，命运自然而然会带我们去该去的地方，遇见该遇见的人。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啦！祝福大家无论是否在关系当中，都可以活出那个自由而又丰盛的自己。祝福大家，拜拜。